每天听个历史故事，今天我们讲的是炎帝。历史究竟应该从何写起？在灿烂的华夏文明源头处，有一位身影，始终镌刻在族群记忆的深处。他是《史记》中仅以寥寥数笔勾勒，却足以撑起黄帝之前整片天地的重要领导者，是比10个部族心照不宣公认的强者。他便是被后世尊为三皇之一，与黄帝并称为华夏始祖的炎帝。当时间回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，黄河流域的温润土地上，炎帝部落曾凭借其领先的文明与强大的凝聚力，绵延繁荣了漫长岁月，成为众多部落仰望的存在。然而，当另一位强者黄帝的势力悄然崛起时，这支曾经宣和的族群正缓缓走向由盛转衰的转折。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力量交替、生存挑战依旧严峻的时代，人类尚未完全挣脱采集渔猎的桎梏，温饱仍如风中残烛般飘摇。炎帝应运而生，带着神话般的降生意象与神行指引，以他的智慧、坚韧与牺牲，为华夏族群牢牢攥住了农耕文明的火种，将散落的部落文明串联成线，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勃兴埋下了第一粒种子。关于炎帝的出身，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，却也因时代久远而交织着史实与神话的机理。国语、晋语在西稍点取，有乔氏生黄帝炎帝，而更古老的神话则为这一血脉增添了奇幻色彩。传说有乔氏之女，名唤女登，一日随族人至江水之畔的长阳山采药，忽见空中祥云缭绕，一条赤色神龙自云端俯冲而下，周身霞光万丈龙，林映的满山草木皆成金红。女登受惊，伏抵神龙却并未伤害她，只在她头顶盘旋3圈，留下一缕龙气，便悄然离去。此后不久，女登便觉腹中有异，10月怀胎后诞下一子，便是炎帝。这孩子生而有神意，3日便能开口说话，5日便能独立行走，3岁时已能辨识田间草木，哭声洪亮如雷，连山林中的猛虎凶兽闻之，也会退避三舍。部落长老见此异象，断言此子乃神龙之子，将来必能带领族人走出蒙昧。虽为其取名10年，待其长大，便推举为部落首领，尊称为炎帝。因他周身常有赤气萦绕，且能善用火源，故以火德配位，亦被称作赤帝。而炎帝这一称号，除了指代这位创始般的首领，在神话与历史的交织中，也被视为一个延续数代的神性部落的象征。传说炎帝部落的首领皆继承炎帝之名，且每一代都带有几分神意，或能与鸟兽沟通，或能感知风雨将至。这种神性传承的神话，恰是上古先民对部落领袖能力的极致想象，也暗示着炎帝部落在漫长岁月中积累的文明成果，被赋予了得天之助的神圣色彩。炎帝对华夏文明最深远的贡献，首推其在农业领域的开拓，而这一过程中，处处可见神话的印记。在炎帝之前，人类依赖采集与渔猎，食物来源极不稳定，寒冬腊月里常有族人冻饿而死。炎帝见此情景，夜不能寐，一日独坐江水之滨，望着滔滔江水与茫茫荒野，忽觉一阵困意袭来，伏案睡去。梦中他见一位身着雨衣、面容威严的天帝自九霄而降，手中捧着一株金灿灿的嘉禾，那嘉禾生有9岁，每一粒谷子都如珍珠般饱满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。天帝将嘉禾递与炎帝，轻声道：“此乃天界神种，受拟于人间，叫万民耕食解饥馑之苦。”言罢，天帝化作一道金光消失。炎帝惊醒，手中竟真的握着一株与梦中一模一样的嘉禾。谷穗上的晨露还未干涸，
此后，炎帝便奉这神兽嘉禾为指引，开始带领族人探索农耕之法。他发现嘉禾的生长需一时节，便时常登高望远，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。他见东方苍龙气秀，春分时从东方地平线升起，秋分时沉入西方，便断定苍龙出则播种，苍龙隐则收获。他见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方时，大地回暖，草木发芽；指向西方时，天气转凉，霜雪将至，便以此划分出春夏秋冬四季，总结出最早的农史。这一神话传说，实则是先民对观象授时这一原始农业技术的浪漫化诠释。而炎帝则成为了天人沟通的媒介，将天界的旨意转化为人间的生存法则。为了更好的耕种，嘉禾炎帝还需合适的农具。传说他某日在山林中遇见一只神龟，那龟背甲上刻满了奇异的纹路，正缓慢地在土地上爬行，其足尖划过之处，土壤便自然疏松。炎帝见状顿悟，取来坚硬的青檀木，仿照神龟足甲的形状，将木杆一端削成弯曲的尖状，又在下端绑上一块打磨光滑的石片，制成了最初的四。后来他又受神鸟啄土的启发，将另一根木杆削成直尖状，制成连二者配合，可翻耕可挖沟，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。更神奇的是，传说炎帝用这对类丝在田间耕作时，土地会自动生出温润的气息，嘉禾长势愈发旺盛，周边的杂草也会自行枯萎。这虽为神话，却寄托了先民对农具效能的美好期望，也凸显了炎帝改天换地的神性力量。在推广农耕的过程中，还有凤凰衔谷的传说流传。彼时炎帝部落已在江水流域开垦出大片田地，但嘉禾种子有限，难以满足所有族人的需求。一日，天空中突然飞来一群五彩斑斓的凤凰，它们口衔饱满的谷子，盘旋在部落的田地上空，将谷子均匀地洒落在土壤中。炎帝率族人跪拜感恩。此后，这些由凤凰衔来的谷子生根发芽，长成的嘉禾不仅产量更高，且颗粒更香甜。部落的食物终于不再短缺。人们都说，凤凰是天帝派来辅佐炎帝的神鸟，它的到来意味着炎帝的农耕事业已得到上天的认可，华夏先民从此将告别寂静。随着农耕的发展，部落有了食物盈余，如何储存与烹饪变成了新的问题。陶器的发明也因此被赋予了神话色彩。炎帝发现粘土可塑形，但最初烧制的陶器总是质地松软，易碎裂。一日，他在烧制陶器时忽遇一场雷雨，一道闪电劈中了陶窑旁的一棵枯树，火焰瞬间窜起，将陶窑烧得通红。炎帝本以为窑中的陶器会尽数被毁，待雨停后开窑查看，却发现那些陶器竟变得坚硬如石，敲击时还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窑中竟有一尊陶器上自然形成了赤龙纹，仿佛有赤龙在窑火中盘旋过一般。后来部落中流传开一种说法，炎帝本是赤龙后裔。那场雷雨是火神祝融受天地之命前来相助，闪电与烈火淬炼了陶器，也赋予了陶器镇宅保谷的神力。此后部落制作的陶器不仅实用，还被视为能带来祥瑞的器物。而炎帝也被尊为陶器之祖，其制陶之法被后世代代相传。在解决温饱后，炎帝又将目光投向族人的健康。尝百草的壮举中，神话元素更是将其牺牲精神推向极致。传说炎帝尝百草时，随身携带的折鞭并非凡物，而是他在昆仑山求来的神物。那鞭子以昆仑山上的赤藤制成，鞭梢缠绕着一缕天地赐予的变毒之气，只需用折鞭轻轻抽打草木，鞭子便会根据草木的性味变色。
遇剧毒之物则成墨黑，与药性温和之物则成翠绿，与能救命的灵药则成赤红。即便有这边相助，炎帝仍需亲口尝试以确认药效。而他的身体也有着神异之处，传说他生有水晶肚，腹部透明如琉璃，能清晰地看见草木在腹中的变化。若是毒草，腹中会泛起黑气；若是灵药，黑气则会被驱散，转为温润的白光。一次，炎帝在山林中发现一种开着紫色小花的草，这边抽打后呈赤红，他便放心地尝了一口。谁知那草入口即化，化作一股黑气直冲心腹。他的水晶肚中瞬间黑气弥漫，腹痛如刀割。就在他意识模糊之际，一只通体雪白的神鸟白衔飞来，口中衔着一片翠绿的叶子。炎帝将叶子咽下，腹中的黑气迅速消散，腹痛也随之缓解。后来炎帝才知，那紫色小花是断魂草，而白仙仙来的是还魂叶。这只白仙是山神派来守护他的神鸟，每当他遭遇危险，白仙便会现身相助。但即便有神物与神鸟护佑，炎帝最终还是因尝百草而牺牲。传说他在南方苍梧之野发现一种藤蔓植物，开着白色小花，结着黑色的果实。这边抽打时，鞭子竟先呈赤红，后迅速转为墨黑。炎帝知其毒性极强，却又想到部落中常有族人因感染恶疾而亡，或许这株植物能以毒攻毒，便决心一试。他摘下一颗果实放入口中，瞬间毒性如烈火般蔓延全身，水晶肚中黑气暴涨，再也无法驱散。炎帝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将这株植物的形状与毒性刻在身边的岩壁上，告诫族人此草剧毒，名为断肠草，万不可碰。随后便倒在草丛中与世长辞。炎帝死后，天地为之动容，山间的草木都垂下了枝叶，江水停止了流动，天上的太阳也变得暗淡无光。族人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苍梧之野。下葬时，从炎帝的墓中飞出了无数只神鸟，它们衔着炎帝生前培育的家和种子，飞向四方，将种子撒播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人们都说，炎帝虽死，但其魂灵已化作了神农，山神继续守护着百草，庇佑着华夏子民。而那些由神鸟撒播的家禾，也让农耕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，代代相传。除了农业与医药，炎帝在文化与社会制度上的创举也不乏神话点缀。传说的芝麻围布10层，得到织女的指点。一日夜里，炎帝梦见织女驾着云车降临，向他传授麻纤维的纺织之法，还赠予他一架神梭，用这梭子织布，麻布会变得柔软如丝绸，且能抵御风寒。炎帝醒来后，以梦中所学教导族人纺织，部落终于告别了以兽皮树叶为衣的时代。而他发明的五弦琴，更是蕴含着天地之理。传说那琴的5根弦，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5行。琴弦所用的丝线是神蚕吐的丝，琴身是用昆仑山的梧桐木制成。炎帝第一次弹奏时，琴音悠扬，传遍四方，山中的百兽纷纷前来聆听，天上的飞鸟也盘旋不去，连田间的家禾都随着琴音轻轻摇摆。这琴音不仅能安抚族人的情绪，还能调和天地之气。每当琴音响起，便会风调雨顺。五谷丰登，炎帝部落的壮大与迁徙，也伴随着神话般的奇遇。当他们从江水流域向东迁徙时，曾遇到一片广袤的沼泽，瘴气弥漫，无法通行。炎帝焚香祷告，祈求上天相助。片刻后，沼泽中升起一只巨大的神龟，其背如小山，龟甲上刻着洛书的纹路。神龟载着炎帝部落的族人，平安地渡过了沼泽，
而炎帝则根据龟甲上的纹路，绘制出了八卦的雏形，用于占卜吉凶、预测气候，为部落的迁徙与耕作提供了更多指引。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，更是上古神话中最为壮烈的战役之一。传说彼时炎帝部落因火得兴盛，其部下有火神祝融、水神共工相助。祝融能召来漫天大火，共工能引来洪水，将阪泉之野变成一片火海与泽国。而黄帝部落则有应龙、女魃等神灵辅佐。应龙能星云布雨，雨魃是旱神所到之处，雨水干涸，烈火熄灭。战斗初期，炎帝让祝融点燃火阵，火借风势烧向黄帝阵营。黄帝则派应龙喷水灭火，谁知共工又引来洪水，应龙的雨水与共工的洪水交织，使得战场一片泥泞。黄帝见此情景，请来女魃。女魃一现身，战场上的洪水与湿气瞬间消散，烈火也随之熄灭，炎帝的火阵与水攻皆失效。随后黄帝又一封后，神人的指点制造出指南车，无论战场如何混乱，指南车都能指向炎帝阵营的方向。黄帝部落的士兵因此不再迷失。传说炎帝在战斗中曾化作一条赤龙，直冲黄帝阵营。黄帝则披上天帝赐予的轩辕剑，剑光如炼，与赤龙缠斗，双方大战3回合。最终炎帝见天意已倾向黄帝，且不愿再让族人遭受战火之苦，便主动罢兵，与黄帝在釜山会盟。盟誓时，天空中出现了龙凤呈祥的异象，一条赤龙与一只黄龙盘旋而上，化作一道彩虹，连接天地。四方部落见状，皆跪拜臣服，华夏部落联盟就此形成。这一神话不仅渲染了阪泉之战的壮烈，更以龙凤呈祥的意象，象征着炎黄部落的融合，是天命所归，为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增添了神圣的底色。阪泉之战后，炎黄联盟共同对抗蚩尤，这场涿鹿之战的神话色彩更为浓厚，而炎帝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传说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，人身牛体，4目6手，能呼风唤雨，还能驱使魑魅魍魉等邪神。战斗初期，蚩尤请来风伯雨师，制造漫天大雾，炎黄联盟的士兵迷失方向，伤亡惨重。此时炎帝想起自己曾从神龟那里习得的洛书智慧，与黄帝一同推演阵法，又取出自己尝百草时收集的驱邪草药，将其点燃，草药燃烧产生的香气能驱散蚩尤的邪神，大雾也随之散去。随后炎帝还叫士兵们用干燥的茅草制作火矢，点燃后射向蚩尤的阵营。蚩尤的士兵多为南方部落，不善防火，阵脚大乱，最终炎黄联盟取得了胜利。炎帝的神话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，而是上古先民对自身文明起源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投射。那些神兽嘉禾凤凰衔骨的传说，实则是对农业起源的浪漫诠释。尝百草与神鸟的故事，是对医药探索过程中人与自然互助的想象。阪泉之战见龙凤的意象，是对部落融合与民族团结的美好期许。这些神话将炎帝从一位部落首领升华为一位上承天命、下济万民的神圣始祖。他的每一项创举都被赋予了得天之助的合理性，而他的牺牲则被视为万民赎罪的神圣行为。这种形象恰好满足了先民对始祖神的精神需求，既强大到能改天换地，又温柔到愿为子民牺牲。后世对炎帝的祭祀也充满了神话色彩。传说每年炎帝诞辰之日，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前都会有祥云缭绕，山间的百草会开出奇异的花朵，附近的村民还能听到隐约的琴音。人们都说这是炎帝的魂灵。
回到人间，查看子民的生活。历代帝王也多派官员前往炎帝陵祭祀，祭祀时需供凤笳和陶器、草药等物品，以呼应炎帝的功绩。而每次祭祀后，当地往往会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些传说进一步强化了炎帝护佑万民的神性形象，也让炎帝文化得以代代传承。当我们今天重读炎帝的神话，或许会明白，这些故事之所以能流传数千年，并非因为它们是真实发生的历史。炎帝的神话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，而是上古先民对自身文明起源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投射。那些神兽嘉禾、凤凰、弦鼓的传说，实则是对农业起源的浪漫诠释；尝百草与神鸟的故事，是对医药探索过程中人与自然互助的想象；阪泉之战见龙凤的意象，是对部落融合与民族团结的美好期许。这些神话将炎帝从一位部落首领升华为一位上承天命、下济万民的神圣始祖。他的每一项创举都被赋予了得天之助的合理性，而他的牺牲则被视为万民赎罪的神圣行为。这种形象恰好满足了先民对始祖神的精神需求，既强大到能改天换地，又温柔到愿为子民牺牲。后世对炎帝的祭祀也充满了神话色彩。传说每年炎帝诞辰之日，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前都会有祥云缭绕，山间的百草会开出奇异的花朵，附近的村民还能听到隐约的琴音。人们都说这是炎帝的魂灵回到人间，查看子民的生活。历代帝王也多派官员前往炎帝陵祭祀，祭祀时需供凤笳和陶器、草药等物品，以呼应炎帝的功绩。而每次祭祀后，当地往往会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些传说进一步强化了炎帝护佑万民的神性形象，也让炎帝文化得以代代传承。当我们今天重读炎帝的神话，或许会明白，这些故事之所以能流传数千年，并非因为它们是真实发生的历史。